10亿美金，如果用来做杀人的暗花，简直高到离谱。几名手下听得目瞪口呆，恨不得自己亲自飞到日本，去取塔瓦纳的项上人头。于是，那金发男子忍不住道：“董事长，10亿美金杀一个人，这种事情说实话还没听说过。刺杀政要都用不了这么多钱，刺杀一个塔瓦纳，是不是太浪费了点？”白发男子冷声道：“你懂什么？如果事情败露，致使那些大人物的私密信息被曝光出去，我的命就没了，你们的命也没了。杰弗里怎么死的，你们心里也很清楚，枪口都快顶到我的屁眼了，这时候还他妈心疼钱干什么？”几人也瞬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那金发男子忍不住又问：“董事长，杀掉塔瓦纳就能让那些大人物满意吗？难道他们不怕我们泄密？万一他们杀了塔瓦纳还不满足，还要像干掉杰弗里那样把我们也干掉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白发男子道：“所以我才要尽快干掉塔瓦纳，让他们看到我的行动力，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价值的同时，也让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好惹的。如果他们想对我动手，就要掂量掂量风险，这样大家才能够相互制衡。”说着，他冷哼一声，继续道：“在我20岁刚出来创业的时候，就明白一个道理，有些时候你一定要让你的对手，或者是合作者看到你的魄力，哪怕在普通人看来，你的魄力有点多余甚至过剩，但这不要紧，魄力可以过剩，但不能没有。现在我拿10亿美金要塔瓦纳的命，他们那些手眼通天的人，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要好好掂量一下，到底要不要与我为敌。我如果也拿出10亿美金来要他们的脑袋，就算不能把他们全杀光，也一定能杀他们一部分。有些人就算杀不掉，也会面临很多危险和困扰。”金发男子回过神来，开口道：“董事长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您是想给他们释放一个信号，今天能花10亿美元杀塔瓦纳，明天也能花10亿美元杀他们。”“没错。”白发男子点头说道，“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，这10亿美金花的就值得。”说着，白发男子又道：“而且你要知道，现在想杀塔瓦纳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。现在塔瓦纳有三井家族保护，谁敢接这个任务，谁就要与三井家族为敌，甚至有可能要干掉三井家族的人。对那些日本帮派来说，招惹三井家族是要下很大决心的。”“我懂了，董事长。”金发男子立刻道：“我这就联系日本山口组，以及他们国内最大的忍者家族。”此时的东京巨蛋，数万名观众正在井然有序地退场。几万人退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巨大的人流缓慢走出场馆，并且被各种交通工具带离这里，至少也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。叶晨本来想早早离场回酒店，但是他们看演出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邀请他们3人的佐佐木幸子一直没有过来。演出快结束的时候，董若琳给佐佐木幸子发信息，询问过后才知道，佐佐木幸子竟然临时被三井良校找过去帮忙了，琐事繁多，所以要等演出结束之后才能忙完。董若琳不觉有什么，还为闺蜜能够得到三井良校的重视而高兴，但叶晨立刻品出了三井良校如此操作的真实目的，他肯定也是怕自己早早离场，所以才把原本要陪着大家一起看演出的佐佐木幸子调走。东亚这几个国家，尤其是华夏，对李世杰往来很是重视，既然接受朋友邀请参加这样的演出活动，就自然会在潜意识中理清楚主宾关系，自己作为宾客来主家参加活动，不管因为什么事情提前离场也好，还是正常离场也罢，都必须要跟主家打个招呼之后才能走。而他把佐佐木幸子调走之后，就等于卡住了叶晨3人的 bug。叶晨3人在没有见到佐佐木幸子之前，是肯定不会离开的。不出叶晨所料，当董若琳知道佐佐木幸子一时半会还脱不开身的时候，他便对叶晨和萧初然说道：“初然，叶晨，幸子她这会儿一直在忙，
等会儿演出结束，咱们先别着急走，等他忙完了，跟他见面打个招呼，咱们再走吧。萧初然没有半分犹豫的微笑说道，那是肯定要跟杏子打过招呼才能走的，反正我们也不着急，酒店离这里也不远，没必要跟大部队一起往外挤，多等一会儿，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杏子那边也忙完了，咱们跟他打完招呼，不但礼节上万无一失，走的时候也不会太拥挤了。说罢，他看向叶晨，问道，老公，你觉得呢？叶晨笑道，我无所谓啊，一切都听你们的。一旁的费可欣也察觉到了三井良笑的意图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正好，一会你们等着跟那位佐佐木小姐打个招呼，我去跟三井先生聊几句。费可欣知道叶晨并不想让萧初然知道与他有关的太多，这次叶晨直接要了塔瓦纳10场演唱会的主办权，以自己对三井良校的了解，三井良校一定会想办法调查叶晨究竟什么来头，所以他打算提前去找三井良校，不让他跟叶晨和萧初然同时见面，更不要随意调查叶晨的身份。另一边，三井良校也将佐佐木杏子叫到身边，开口道，杏子是吧？你邀请来的那几位华夏的贵客应该还没离开吧？佐佐木杏子恭敬道，三井先生，我的朋友还在包厢，刚才他给我发信息，想跟我见面打个招呼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做的事情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先过去跟他们见一面。三井良校便道，那你就先过去吧，顺便跟他们说一声，就说我得先去跟他玩呢，表示一下祝贺，然后就第一时间过去跟他们见面，让他们先不要着急回去。好，佐佐木杏子连忙道，我会跟若琳说的。很快，佐佐木杏子便敲响了叶晨几人所在的包厢，董若琳作为她的闺蜜，第一时间上前与她攀谈起来。萧初然也再次向她表示了感谢。叶晨这时候忽然接到伊藤菜菜子打来的电话，看到来电名称，他有些惊讶，于是便趁着几个女人正在攀谈，拿着手机走了出去。来到无人的区域，叶晨按下接听键，开口便问，菜菜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菜菜子道，叶晨君，我听说你救了塔瓦纳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我有让他们严格保密啊。菜菜子忙道，叶晨君请不要生气，三井家族的三井新美是我的好闺蜜，是她把这件事告诉我的。这件事她十分后怕，又没人可以倾诉，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所以才告诉了我。她并不知道我与叶晨君认识，只是觉得与我关系好，而我又十分可靠，刚好可以向我倾诉一番。叶晨听到菜菜子说三井新美是她的闺蜜，便理解了三井新美把这件事告诉菜菜子的动机，于是便道，既然这样，我也非常理解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生气的。那就好。菜菜子迟疑片刻，低声道，其实叶晨君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是还有一件事需要叶晨君帮忙。叶晨道，你跟我不必这么客气，什么事尽管说。菜菜子道，叶晨君，我收到消息，有人要花10亿美金买塔瓦纳的命，他们找到了伊贺忍者的首领服部半藏，只是他们不知道，伊贺家族已经向伊藤家族效忠，所以服部半藏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